影片开始之前，聊一聊我自己的 first impression， 我的第一印象。因为大部分人去到 showroom 坐上去车子，这个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它会直接影响那个人会不会考虑这台车子。所以一坐上来这个 Proton X90 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满满的皮革缝线，就是有一种高级感在那边，还有2块非常大块的荧幕。所以我们启动引擎，听一听它的这个引擎声浪。你会 feel 到 OK， 这个引擎抖手了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系上我们的安全带，准备要出发来进行这个测试。怎么这样奇怪的？这个 belt 不是这样子 ，OK， 可以 ，OK，Let's go。那我现在是在波顿位于沙拉的这个总部这边领取这一台车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加速。要把冷气关小一点。那我一上车，我很喜欢是它的冷气，虽然可以透过荧幕来调整温度跟风扇大小，不过这边保留了实体按钮，所以我觉得是双键合璧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啦。你不用去纠结到底要怎样去调 aircon。OK， 现在 signal 在左边，踩。这是我第一次驾 X90 啊！之前波顿做了很多次的媒体预览会、试驾会，我都刚好不在马来西亚，缘分还没有到，现在缘分到了。所以刚才我从波顿的这个总部地板油拉到底踩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 first impression 是比我想象中有力，因为我看很多人讲这个 1.53 缸没有力啦 ，turbo 啦，跟 X50 一样的引擎啦，blah blah blah。可是就我刚才那一下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要管它的动力数字、马力多少、扭力多少，什么猫 hybrid、MHEV 这些太复杂的东西。好像你现在问我自己的那台 D7 SUV， 它的马力、扭力我根本就忘记了。没有太多人真的会去记得这台车子的马力多少、扭力多少。真的，这些只是你知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你货比三家，你会比较这个 1.5 那个 2.0 那个 2.5 那个 3.0。可是当你真正驾了一阵子过后，你在乎的只是它带给你的直观感受是怎样子，你的感觉好不好？你觉得有力没有力 ？OK， 现在50加速。起步加速嘞，它绝对是很好的感觉。但是像我这样子，从50再开始中段加速过后，你会 feel 到非常典型的这个 turbo lag 涡轮迟滞的现象。那好就好在现在这个不是跟 1.5 turbo X50 跟 1.5 turbo 7D 一样的东西，虽然是一样的引擎、一样的变速箱，不过它多了这个48伏的系统，波顿叫它48V EMS 啦。说现在这台车子的毛利是11268，就是走了1万多公里，所以已经是完全 after run in 了啦，打压 everything 都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了。所以现在塞车我们走一点停一点看看一下。你这样子一点一点你会听到好像是 diesel， 就是没有 spark plug 那个 engine 那个 piston 直接敲打声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哇，我真的不看 spec 我还以为我在加一辆 diesel。所有的 turbo 加 DCT 在塞车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很 choke 的感觉，这个是无可避免的。那更何况你不是一具大引擎，你知道吗？你不是 2.0 3.0， 你只是一个 1.5 liter 的引擎，所以难免在这种时候它的这个起承转合是顿挫感是相当的明显这样子啦。那我现在就从 Comfort Mode 转去 Sport Mode。当你进入 Sport Mode 的时候呢，车子的油门反应会更加的积极，你要超车会更有力。然后通常我转去 Sport Mode 之后呢，我的自然反应就是我会去 downshift 去获得更多的动力这样子。但因为这台车子很明显它是没有 pedal shifter 的，那你同样可以透过这个排挡杆去手动挡，伪装手动挡啦。只是有点特别的是，通常 gear knob 是上下的嘛，我们做东西是这样上下推的嘛，我们没有左右推的嘛，因为它是这样左边的5号牙、4号牙踩。5号牙、6号牙这样子，所以它是左
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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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这样子。OK， 首先我们就到了这个 toll， 我就回去往下推，它就回去这个 neutral， 不是 neutral drive。我们来看看它的，再体验多一次这个 OK。在迎接长假期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会比较便宜，有的国家会比较贵。要怎么样买到便宜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这个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马上取得独家优惠，外加额外6个月的免费使用期。全新的 Proton X90 从123,800块到152,800块。这个售价比最顶配的 X70 1.5 Turbo 贵了26,000块，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就是 Proton 能不能够在150千的价位里面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因为早期马来西亚人印象中的 Proton 可能有一些人还停留在 Mitsubishi Proton 的时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Geely Proton 吉利宝腾的时代，从引擎、变速箱、底盘平台到车里面的这个智能系统、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等等，它能不能够赢过它的对手？因为以这个定位来讲，它主要的对手有 Chery Tiggo 8。这个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所以今天这集就透过我自己的试驾体验、试坐体验跟自己的 First Impression 来给大家了解一下152,800块，它值不值得这个价钱？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Let's go。Proton X90 的车身轴距是2805个 mm， 应该是 Proton 史上轴距最长的车款，因为最后一代的 Proton Brana、Honda Accord 是2800个 mm， 所以2805 mm 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D segment SUV。它的对手 Chery Tiggo 8只是2710 mm，Tiguan Allspace 2789 mm， 然后你说 CX-8 的话就2930 mm， 所以2930跟2805还是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我不会把这两台车子放在一起来比啦，因为其实整个 size 上面还是会有很大的分别这样子。Proton 为它采用了19寸的轮圈，看起来就非常的 premium， 还有一些 chrome 的边，还有这个 roof rail 车顶架等等，所以我觉得X90 是 Proton 这些年历史以来的一个最高成就，将所有最高科技这个48伏的系统都放在了这台车子身上，所以它就代表了今时今日 Proton 的一个里程碑。Proton X90 的车尾长得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一块东西呢，它不是贯穿式 LED 车尾灯然后它也不是 Chrome， 它是一片银色的边，还有 PROTON 的 logo type， 而不是 Proton 的老虎头设计。后面有一个雨刷，有个 Viper， 然后下面这整片都是防刮材质等等，所以总的来讲，它还是比 Proton X70看起来更加的新，更加的时尚。那 X70真的是有一点年纪了，应该也要来个小改款了。So exhaust pipe 的话是看不到的啦，因为它是一个隐藏式的 exhaust， 只有一根在这边，然后它的 spare tire 是在下面这边，你看得到的。从车尾造型来看的话，的确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们来看 X90 的第3排空间。上下车是费一点功夫。我的身高是178 cm， 在第2排椅背还没有退来后面的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的宽敞。
就比我之前预想中的还要来的宽，因为轴距摆在那边2805个 mm。说很好的是波段位这边提供了冷气出风口，所以第三排是吹得到的，马自达吹不到。很多 brand 第三排都没有冷气出风口，然后还有 USB Type A 的接口，两边都有啊，所以设备上面是没有的去闲了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椅子，我们把它调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再把它往下调。这个状态下就比较正常一点，通常你要载6个人嘛。然后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最顶配的 X90， 它这边是有一个走道可以直接通去第二排，因为我自己的 CSA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你牺牲掉的就是第二排不能够坐3个人，只能够坐2个人。但是以我的车来讲，第二排呢是要坐地板是可以的，你也要坐在地板上是做得到的。可是因为车子可能没有这么宽啊，所以你就只可以坐2个人，中间就是放一个小小个的包包而已。然后第三排的空间我是绝对能够接受啦，这个尺寸这个价位，只是后面真的是放不到 luggage， 你要放 luggage 你就要先牺牲掉一个座位。我觉得灵活性是它的重点啊，倒不是第三排到底有多大，因为你看像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腾出空间来放 luggage， 就变成一个5人座2+2+1，不然就2+2+2这样子。中间是2个 Captain Seat 独立座椅，首先椅子是可以前后滑动，滑到很前，滑到很后，再来它有手动的这个椅背倾斜程度调整，有非常多个程度，针对乘客自己的喜欢。你看可以躺，几乎可以躺到这样子，说不是每一辆 SUV 都能够有这么大幅度的这个调整。那如果你要做到比较直的话 ，OK， 它还有2个扶手给你，就是这个也是一样手动放下来，再厚一点。然后这边有冷气，可以调整这个后排的冷气，它会透过上面这边吹下来。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如果你有放 baby car seat 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的 baby car seat 又是多 bank 的，你根本就吹不到你的 baby， 这个就没有问题，你的 aircon 可以直接吹到你的 baby。所以有小孩的朋友，这个东西 makes a big difference。只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椅子的这些关节好像怎么讲，好像有一点硬所以每次要费很大的力气去调整它，这样子不像有些一个button就能够完成所有东西，所以就是这些细节方面可能还可以再进步一点点。然后 connectivity Type A Type C 的接口有给你，然后 seat pocket， 而且它还有这个非常大片的这个全景式玻璃车顶玻璃天窗，这一片是可以打开来的，是分为2片啦。然后现在太阳晒下来就非常的猛烈这样子。那它不像我的那另外一台车子这样子不能够关的，它有这个sunshade遮阳帘你可以不用按，你可以跟他讲 Hey Botton I'm listening. Close sunroof shade. Okay, it's closing. 不用去前面，我用讲的就可以了，用声控就可以去关闭这个天窗，这个玻璃车顶这样子。哇，后排也有通风椅，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我相信我讲到这边已经不用再去觉得说划不划算，值不值得。你给到这个价钱，波段绝对给到你这个价钱之外的一些额外价值，真的是可以啦。这台车子真的是可以考虑它啦。如果你的 budget 就是在150千，你不要花到170，不要花到180，不要花到190低速的时候你要做一点取舍之外，第二排、第三排都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成熟的一个 package。它的 door handle 非常的特别，通常是在这个位置的，它把它做多一个上来，2个都有，所以这样子关门蛮特别的。我们 start engine， 讲重点就是 Proton X90 应有尽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全景式玻璃天窗，宽屏荧幕，电子仪表板，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陡坡缓降功能，3个驾驶模式自动 parking 的功能，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 Proton 都给你。然后里面呢，这个系统是有 Joox Music， 还有 Spotify 也内建的高德地图，所以我知道我又要再重复多一次，它没有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那 Proton 说未来的车款 update 了 hardware software 之后就可以支援，不过目前是没有，也是这辆车子被最多人，我已经讲了成千上万次了，从 X50 啦、X70 啦，
到这个 S70啦，到这个 X90 啦，都是讲一样的问题。所以就像我之前讲过了的，其实有没有 CarPlay Android Auto 倒不是我最在意的，我最在意的是这个地图不好用。如果这个地图是 Google Map 或者是 Waze， 问题就解决了，就没有这么多人会在那边嫌说哦，怎么没有 CarPlay 啦，150多这个车没有 CarPlay 啦。所以整体上它的整个 dashboard 就跟其他的日系对手不同的是，它是非常的复杂 ，OK， 复杂未必是坏事，只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你看它的这边就有缝线皮革，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虽然电子仪表板很好，可以显示像这个 TBMS 胎压监视仪器，然后可以去调整这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你要什么样的转向力道。但是还是要讲 Proton 的这个使用界面啊，这些 button 有点复杂，你必须要进入一个界面，你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界面。那虽然我觉得 Toyota 的那个系统非常老土，万年不变，但万年不变总有其道理，就是简单易于上手。阿猪阿狗一上来就马上知道怎样用，所以整体上荧幕非常的高清，有360度的360，而且是可以看到车子透明这样子的。还有源自 X70的这个 Mode Switch，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对驾驶者对后排乘客都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左右这个人到底要前还是后这样子。152千这个配套真的是 OK， 只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有 Memory Seat 记忆座椅会更好，因为我这样看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独立按钮，然后这边是有，虽然也已经很好了啦，它有给你这个通风椅是副驾驶、驾驶座都有，然后后排的都有，只是因为有时候你车子除非你一个人驾啦。不然你老公驾你set了一个位置，老婆上来又要 set 多另外一个位置，女朋友上来又要 set 多另外一个位置。然后它的 steering 是可以 telescopic 上下，但是它这个拉出来好像还可以再拉出来一点点，那我觉得不够啦，可能是我的问题啦，我长得比较奇怪一点。然后6个 speakers 我没有看到它写 Kenwood 啦，音响系统也是一个可以再 enhance 的东西。没有0到100 ，OK go。99。呀，其实反而很奇怪，你中间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车子好像有一点反应，就是会有那一下。可是你每一次过多从0开始，红绿灯一踩油之后，你觉得车子很有力的嘛？当然，这个也是48伏 MHEV 的一个特点，因为引擎有177个 PS 跟255个 Nm， Mild Hybrid 系统可以为它提供额外14个 PS 跟52个 Nm， 所以综合到来有187个 HP 跟300个 Nm 啦。其实你就会觉得 1.5 L3 cylinder turbo 它肯定比 X70 跟 X50 有力很多，但是这台车子的车重是从1470公斤起，也不能够算是很重啦，因为你考量到它的轴距是2805个 mm。2805个 mm 是什么概念嘞？它就是Toyota Camry 的轴距 ，Honda Accord 的轴距，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你知道，我从过去介绍车，我就一直在讲，轴距越长越爽，驾了越稳越舒服，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更加的稳，整个重心会拿捏的更加的好。D segment 永远是 D segment， 你要买车有 budget， 怎样考虑 D 都不要考虑 C， 真的，你驾过 D segment 你没有讲怎么回事。这个 X90 在中国叫豪越，吉利豪越是提供torsion beam 后悬挂或者是 multi-link 后悬挂，可是马来西亚标配不管你买到什么 spec， 它都是给你多连杆的后悬挂系统，是一个独立的悬挂系统。所以你用独立悬挂系统的好处是，当你在这些路面状况有一点起伏的时候，它会比 torsion beam 舒服很多很多。我讲这个是因为这个 Toyota Innova Zenith 后面是用 torsion beam。只是这个车，你看我现在走着100多才，我很难讲它是最超值的 Proton， 还是它是最便宜的 D segment SUV。不过我可以说，这个是我驾过最稳的 Proton SUV。最舒服，然后在长途行驶，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块头，它就是有这个长度。
那你在这个价位152,800块，你去买到的对手大部分都是 C 相关 SUV 啦，不过有些甚至是高配的 B Plus， 像可能 Corolla Cross、Mazda CX-30这种，如果 High Spec 一点，大概也是140-150千这样子。收在100多的这个MV-Hatch 表现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听不是我讲它会有风切声我不可以讲风切声它有一些，因为风切声是那种，好像之前 Cross 的那个这样子这样，它的这个它不是这个声音它不是这样，它不是这样它是这样子的。So far 以这一段，你知道 LDB 这一段就是起伏高低，然后对车子的悬挂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你驾一辆 Countryman， 你就好像在骑马这样子；你驾一辆 Lexus， 你就好像很平坦。那这台车子我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样子的 setting 刚刚好，它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我这样讲比较明白了，它不是一个便宜的车，它是一个有水准的车。我可以这样讲它不是那种很多车子你知道很多 spec， 可是你一下一个 corner 你就讲，哇，怎么这个车子这样子的，好像过不到弯，好像没有 ready 这样子的。even 它的轴距长过 X70， 然后它的车身重量、整个块头等等，我觉得它在入弯出弯的表现反而是比 X70 更加的好。至少它很沉稳、很淡定，然后你入的时候你有那种塞，你知道吗？你有那种我滑多车那种塞。可是 X70 就这个地方欠缺了一点点。那 X50 不要讲因为那个是这是一个高一点的 hatchback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台车子在你看你一慢速行驶你的 RPM 低过 certain level 它就会有听到这个引擎的这个声音OK， 我们现在进去这边摆。我刚才已经把这个 EPS 设定去 Sport 了啦。我觉得波段有一个地方好是很多日系车没有给你的，就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你可以在系统设定你要它连接你的这个 Driving Mode， 你在 Sport Mode 就 Sport 的 Steering但是你也可以主动去切换它，不管我在什么驾驶模式，我要它 Sport 它就 Sport， 我要它 Normal 它就 Normal， 我要它 Comfort 它就 Comfort。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让驾驶者根据自己的驾驶习惯去调整这个 Steering。有些人喜欢硬的，有些人喜欢软的。上一个 corner， 踩 ，OK， 我觉得 OK 你不 expect 它是一个像体冠 Allspace R-Line 这样子的角色，但是万一你现在迫于家庭压力，你要买一辆很大辆的车，要载小孩子等等，但是你心里面又住着一个黄毛小子，你心里面又住着一个很冲动的青少年的话，它不可以满足到你内心的这个小宇宙？我觉得在 Sport Mode 比 Comfort 好驾啦，至少车子比较能够 follow instruction。OK， 我们很激烈的过一个左弯 ，brake 进。我有一点点 feel 到 Proton right and handling 回来了，哇！开了好多天之后，我现在就分享我自己对于 Proton X90 的结论。先讲，我觉得它还可以在进步的地方。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如果真的不能，至少给我 Google Map 或者是 Waze 的导航地图。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添加这个 Memory Seat 记忆座椅，然后这个座椅的调整姿势等等，也还可以再进步。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1.5 Turbo 3缸这件事情。持平而论，我觉得这具引擎并不会给我 underpower 的感觉，只是在低速行驶走停的时候，就跟 BMW
X1 S-Drive 18i 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引擎。当它一直要很频密的静止加速走停的时候呢，它会给你感觉到自己好像不是这么稳定它会有一点颤抖这样子啦。但是当你上了 highway 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有给你这个感觉，它相当的沉稳我是可以接受的啦。所以主要是这3个地方还可以再进步。那讲一讲我自己最喜欢 X90 的地方呢，就是在它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除了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之外，它最厉害的就是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有 Lane Centering 的功能。说当你在塞车的时候，你启动这个东西，这个方向盘会跟着前方的车子，因为通常一般的 AC 是你动到线，它跟你摆回来，好像 pinball 这样子，动到左边摆回来，动到右边摆回来。可是这个是 Lane Centering 它可以做非常细微、非常小幅度的这个调整。再来，当你时速低过30的时候，它会有这个透明的显示，你能够看到你车子的360度周遭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停车低速行驶的时候，非常的好用。我可以讲，就152千的这个价位，同级对手没有人可以给到你这么齐全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我应该这样讲，没有人可以给到你这么聪明的一个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那 Proton X90 给得到你。靠近车子的时候，车子会自动解锁，车灯会自动亮。我下车打开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照明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它就像是 Proton 的 XC90 这样子，因为你只要90放在 Volvo 已经是一个最顶级的东西，那90放在 Proton 同样也是一个最顶级的东西。那外观造型设计方面呢 ，Proton X90 用了一个比较新的设计语言，所以明显看起来这个档次会更高一些这样子。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自己对于 Proton X90 的看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一起来讨论看看。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制作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你会花152,800块来买一台？你会花152,800块来买一台 Proton 吗？这个是最顶配的 Proton X90， 卖152,800块。所以我已经做了一支完整的试驾影片，现在就跟大家快速的来介绍一下这个 Proton X90。你会花152,800块来买一辆 Proton 吗？这个就是最新的 Proton X90 最顶配的版本。那我已经做了一支完整的 X90 试驾影片，现在就带大家来快速的来了解一下这个 X90，它的整体的基本知识是怎样。